出道即巅峰，连周杰伦都要避其锋芒，林俊杰也只能做他的跟班小弟。他就是阿杜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4个字，坚持到底。一个初中都没毕业，在工地上班了7年赚的包工头，却硬生生凭借一副砂纸蘑菇的烟嗓，单枪匹马把2002年的华语乐坛炸成废墟的。但这位歌神啊，为何在最红的时候突然间销声匿迹了呢？1993年，阿杜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离异，家境窘迫。他15岁就辍学打工养家。他当过修车厂的学徒，兼职送过外卖，最后在建筑工地上当了个工头。这一干啊，就是整整7年。那副嗓子根本不是练出来的，那是在工地的粉尘、汗水和叫骂声中，被生活这把砂纸硬生生磨了7年才开光的。如果不是2001年的那次意外，他的人生啊，大概率就是在工地的尘土飞扬里日复一日。那天，阿杜陪着一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的比赛，他朋友紧张，当场忘词儿，阿杜就在旁边小声的帮唱提醒，就这一声不得了。制作人许环良当场就被这道沙哑、孤立、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给镇住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被生活捶打过的声音。许环良立马邀请阿杜也来试试。阿杜一开始啊，还以为是开玩笑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结果一不小心干翻了3000多个参选者，直接被海蝶音乐签约，他的人生就此强行改写。2002年，阿杜的首张专辑《天黑横空》出世。那一年啊，周杰伦的《八度空间》、陶喆的《黑色柳丁》、孙燕姿的《Star》，全都是实打实的硬。可阿杜这个工地糙汉子，直接用他的烟嗓撕裂了整个时代的耳膜。专辑里的10首歌，首首都是爆款。主打歌《他一定很爱你》直接被当年的爆款剧《男才女貌》拿去当片头曲，杀疯了全国。那句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，更上阿杜从此喜提车底战神的称号。还有那首《天黑》，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。那种嘴里泛着血腥味的绝望，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所有男人故作坚强的伪装。不知道有多少打工人在深夜加班后啊，独自戴着耳机坐在马路牙子上，听着这首歌抹眼泪。更别提那首《撕夜》，他用他那沧桑的嗓音，把深夜里的无助、挣扎和对生活的无奈唱得淋漓尽致。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。网友们甚至调侃阿杜当年真的太可怜了，不是在车里就是在风里雨里，现在又跑到了桥底。这张天黑啊，创下了全亚洲150万张的销量，直接打破了新人出道纪录。阿杜也拿下了华人榜中榜的最佳新人和最受欢迎歌曲双料大奖。他的火从来不是靠颜值，他靠的是懂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。他的嗓子里啊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技巧音，全是被岁月磨练过的印记。每一句沙哑的唱腔里都藏着打工人的泪，恋人间的愁，追梦人的难。同年，阿杜再发神专，坚持到底。那首《天天看到你》简直是舔狗神曲的天花板。天天看到你，却产生了距离。什么李圣杰的《痴心绝对》，林志炫的《单身情歌》，在这首歌面前啊，都不敢称第一。还有那首《安迪》，那是阿杜唱给自己的励志战歌，也成了无数人在低谷时的治愈神曲。可是 Andy， 我就是不需要你。2003年，阿杜发行第3张100万销量专辑《哈罗》，出道才2年，3张专辑，全亚洲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张。音乐之声现场直接授予他亚洲歌神的称号，那是什么概念？在那个周杰伦龙卷风刮得最猛的年代，阿杜是唯一一个能在销量上正面硬刚周杰伦的狠人。而那个时候啊，林俊杰刚被许环良签下，是阿杜的同门小师弟。海蝶当年的策略是双子星，阿杜是那颗暗星，负责撕裂；林俊杰是那颗亮星，负责治愈。当时公司为了让林俊杰快速成长，直接让他给阿杜当助理。林俊杰每天的工作啊，就是开着车接送师兄阿杜跑通告，帮他拎包。然而就在他最炙手可热的时候，他消失了。这场爆红对阿杜来说不是恩赐，是酷刑。他压根儿就不是当明星的料，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在工地上习惯了跟工友们喝酒骂娘的包工头。他被强行按在了一个亚洲歌神的壳子里。他有镜头恐惧症，一拍照就手脚发软；他有飞行恐惧症，可他的行程90%都在天上飞。他开始整夜的失眠，他怕辜负所有人的期待。很快，他被确诊了重度焦虑症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恐慌症。他根本没法工作了，为了活下去开始吃药，而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。药物的副作用是激素，是暴肥。他从那个沧桑王子的形象迅速膨胀到了80多公斤。媒体昨天还把他捧上神坛，今天就开始用最恶毒的词汇嘲笑他。阿杜暴肥，歌神陨落，惨不忍睹。他彻底被这个圈子碾碎了，于是他选择了逃离。这一逃啊，就是10几年。直到2022年，阿杜出现在时光音乐会的现场，当他再次唱起那首《撕夜》时，台下的观众集体大合唱。他站在台上红了眼眶，哽咽着说：“谢谢你们，
还记得我。那一刻啊，我们才明白，他哭不是在哭他失去的歌神宝座，也不是在哭他被后浪林俊杰拍在了沙滩上，他是在哭他终于活过来了。他的人生上半场被命运选中，从工地飞上了神坛，下半场他主动放弃神坛，从恐慌症的深渊里回了人间。他输掉了那个属于阿杜的时代，但他赢回了属于杜成义的下半生，这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坚持到底。